法国高调展示对华关系，中欧关系与俄欧关系脱钩，是对美国最不利的情况。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法国总统马克龙前一段时间在展望未来欧洲发展前景的时候呢，再一次提醒了欧洲国家要让欧洲成为独立自主的一极。如果欧洲不能团结起来，那么将来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庸，要么成为中国的附庸。恐怕中国网民都想不到，一个欧洲大国领导人说出成为中国附庸这种看上去毫无自信的观点。不过呢，这恐怕也是因为马克龙看到了很多中美博弈中美国的致命问题，同时也是这段时间法国、德国这些欧洲国家被美国收割得太狠，那么法国也要通过对华表达积极态度，给美国一点颜色看。这次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访问法国，不仅与法国外长科隆纳还有外事总统顾问博纳等高级官员进行了战略对话，还在爱丽舍宫与马克龙会了面。这是法方主动提高了个会见的等级，而且很有意思啊，在法国总统官邸的这次会谈是闭门方式进行的，说明中法双方都打算让会谈尽可能不受干扰的深入下去。然后呢，法国政府以及各级官员就发表的言论是这样的：马克龙呢是3月份要访华，并且表示要跟中国一起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集团对抗，要避免世界分裂。而在爱丽舍宫声明中说到了中法应该合作应对全球的挑战。法国外长还说要把因为疫情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推动两国关系更上层楼。而原来一直被用来攻击中国的人权问题，爱丽舍宫这次也在努力淡化，说不要让这种事情阻碍中法继续保持联系。此外呢，还有其他的法国高官表达的是中法要拓展新的合作领域，要通过共同庆祝建交60周年，展示法中关系的深厚底蕴。他们表示赞同中方对下个阶段两国合作的设想，法方呢还愿意积极的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不仅法国、德国、意大利都表示出了与中国重启各方面全面交流的意愿，包括谈到中欧之间关键问题俄乌问题的时候呢，这次显然中国还有欧洲几个国家都体现出了足够的耐心，各自表达了各自的态度，表达了一些共同点，而没有陷入互相指责的局面。面对这么一个动向美国当然是最敏感，因为美国非常希望制造还要加强中国和欧洲的对立情绪。欧洲作为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如果和中国发展起一个比较紧密的关系，那么即使这种关系远远比不了美欧关系，也同样意味着美国比以往更难带动欧洲国家参与对中国的围堵。而且只要带不动欧洲国家进行这样的围堵，美国也就很难带动整个北约。所以欧洲是中美博弈的关键。很显然，秦刚部长前一段时间在中俄关系上表达的3不原则，以及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所说的中欧合作关系也可以无上限，都发挥了作用。欧洲方面对这些个外交辞令心领神会，做出了回应。这也是极大消除了欧洲方面因为俄乌战争导致的对中国的疑虑或者敌视。所以如果法国等国家能够下定决心抓住机会，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局面。首先是欧洲与俄罗斯的敌对情绪可能还会加强，近期欧盟举行的民意调查表明，绝大多数欧洲人仍然觉得有必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而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还有经贸往来会继续加深。在这个背景下，中欧关系、中俄关系还有俄欧关系三者相对脱钩，如果能够出现这么一个局面的话，那就是对中俄欧三方都是重大利好的消息。俄罗斯可以通过中国增加一个与欧洲有效对话的渠道，中国呢最需要加强恢复经济外循环的活力，而欧洲则可以通过中国避免继续被美国当韭菜。既然欧洲认为与中国重新建立联系的时机已经到来，那么对中国来说，把美西方这个词儿拆开，在欧洲落子布局打进一个楔子的机会也已经到来。在外交博弈中坚决果断的出招，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灵活敏捷的身段。